我先给你说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，特斯拉现在市盈率330倍，什么概念？微软、苹果、谷歌、Meta、英伟达、亚马逊这6大科技巨头加起来的市盈率都没特斯拉高。更离谱的是什么？谷歌旗下的 Waymo 已经在5个城市部署了2500辆无人出租车，每周接单45万次。而特斯拉呢，只有区160辆车在运营，车里还得坐着安全员。但华尔街分析师却疯狂看多特斯拉，目标价直接喊到600、800美元，甚至有人说2026年市值冲3万亿美元。这到底是理性投资还是集体癫狂？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特斯拉2026年的真相。第一部分，看涨派的3大核心逻辑。一 ，Robotaxi 的 iPhone 时刻即将到来。让我先说说为什么华尔街这么疯狂。韦德布什的明星分析师 Dan Ives， 这哥们儿把2026年称为特斯拉的史诗级爆发之年。他的逻辑是什么？12月14号，奥斯汀街头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画面，一辆特斯拉 Model Y 在完全没有安全员的情况下自己开。马斯克亲自在 X 上确认，测试正在进行，车里没人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相当于 iPhone 发布前夕，乔布斯突然拿出能打电话、能上网、能听歌的样机给你看。Robotaxi 从有人监督到完全无人，这是质的飞跃。你可能会说，不就是去掉个安全员吗？但这背后代表的是技术成熟度的巨大跨越。想象一下，你开着车，突然红绿灯全灭了， GPS 信号断了，前面有个醉汉横穿马路，人类司机能处理，因为我们有常识有经验。而特斯拉的 FSD 系统现在也能处理了，不需要后台远程接管，不需要精确到厘米的高精地图，纯靠摄像头和 AI 大模型就能搞定。这就是为什么12月圣诞节前，旧金山大停电的时候，Waymo 的车全趴窝了，堵在路中间动弹不得，而特斯拉的 Robotaxi 照样绕路走。Waymo 走的是车路协同路线，红绿灯不亮了，他就不知道咋办，只能呼叫后台人工接管，结果后台系统直接被挤爆。特斯拉走的是单车智能，就像人一样，看到路口没信号灯了，自己判断左右观察，该停就停，该走就走。2. 成本降维打击。再给你算笔账，摩根士丹利做过测算，特斯拉 Robotaxi 的运营成本是每英里 0.59 美元，而 Waymo 呢？第5代车型 1.36 到 1.43 美元，就算是2027年要投放的第6代车型，也得 0.99 到 1.08 美元。更恐怖的是，等 Cybercab 在2026年4月量产后，特斯拉的成本能降到每英里 0.3 美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你类比一下。现在你在旧金山打个 Uber 可能要花15到20美元，如果用 Waymo 的 Robotaxi 大概10到12美元，但如果用特斯拉的 Cybercab 可能只要5到6美元，跟坐公交车差不多钱了。这不是小幅度优惠，这是彻底改变出行经济学的降维打击。为什么特斯拉能做到这么低？3个原因。第一，不用激光雷达。Waymo 一辆车上装5个激光雷达，每个好几万美元。特斯拉只用摄像头，成本不到1000美元。就像你买手机，一个用顶配徕卡镜头，一个用国产摄像头，价格能差10倍。第二，规模效应。特斯拉在全球有超级工厂，年产能100万辆级别，而 Waymo 呢，到现在总共才生产了几千辆车，每辆都是手工打造。就像你自己炒菜和开餐厅连锁，成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第三，基础设施复用。特斯拉在全美有15000多个超充桩，数百个服务中心。Robotaxi 用的就是这套现成的基础设施，而 Waymo 得自己建充电站，自己建维修点，每进入一个新城市都得重新投入巨资。3. 2026年的扩张野心。现在重点来了，分析师预测特斯拉2026年 Robotaxi 车队会从现在的160辆爆发到1000辆以上，有人甚至说能到2500辆。而且不只是奥斯汀和旧金山，马斯克的目标是30个城市。你看特斯拉这几个月的布局就知道了。12月18号，特斯拉保险业务突然扩展到佛罗里达州，这看起来是个普通的商业动作，但你要知道，在美国运营无人驾驶车辆，保险是最关键的一环。当车里没有司机的时候，出了事故，责任是车企的，所以必须有自己的保险兜底。特斯拉这一招等于提前宣布，佛罗里达我们来了。算上佛罗里达，特斯拉保险现在覆盖13个州，总人口占全美 46%， 而马斯克年初说的目标就是覆盖全美1半人口。巧不巧，内华达、亚利桑那、佛罗里达
这些州的保险布局都完成了， Robotaxi 进驻只是时间问题。第二部分，风险华尔街不愿意告诉你的真相。好，说完看涨的理由，现在我要给你泼冷水了，因为如果你只听一面之词就冲进去，可能会损失惨重。风险一，马斯克的狼来了综合症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马斯克承诺的东西有几个按时兑现了？2019年，马斯克说2020年会有100万辆特斯拉 Robotaxi 上路，车主每年能赚3万美元。结果呢，2020年连影都没看见。2024年，马斯克说8月8号发布 Robotaxi， 结果跳票到10月。2025年，马斯克说年底前要在至少8个城市运营 Robotaxi， 现在是2026年1月了，只有2个城市，而且车里还有安全员。CFRA 的分析师 Garrett Nelson 说了句大实话，投资人已经习惯了马斯克超前承诺，翻译成人话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吹牛，但只要看到进展就行，不在乎延期。但问题是这次不一样了，现在特斯拉市盈率330倍，这意味着股价里已经包含了2026年 Robotaxi 大规模商业化的预期。如果再次跳票呢？如果2026年底只有500辆车而不是1000辆呢？那股价可能直接腰斩。风险二，汽车业务在流血。给你看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。2025年 Q4 交付量暴跌 16%， 这是特斯拉史上第2次年度交付量下滑。更要命的是，运营利润暴跌 37%， 利润率只有 5.8%， 跟传统车企丰田差不多。你一个科技公司，利润率跟卖车的差不多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电动车制造根本不是高利润生意。更惨的是市场份额，比亚迪2025年纯电车销量226万辆，首次超过特斯拉。在中国市场，特斯拉销量跌 9%， 在欧洲暴跌 39%， 连老家美国都跌了 9%， 四面楚歌。有人说汽车业务不重要，未来靠 Robotaxi 和机器人，这话对也不对。问题是 Robotaxi 和 Optimus 机器人都要烧钱搞研发，钱从哪儿来？从汽车业务的现金流来。但现在汽车业务自己都快撑不住了。摩根士丹利算过一笔账，特斯拉2026年必须交付260万辆车才能维持正向现金流，但现在年销量只有180万辆左右，缺口80万辆。而且2026年资本支出预计超过90亿美元，主要用于 AI 和机器人研发。如果汽车卖不出去，账上的416亿美元现金只够烧24个月，倒计时已经开始了。风险三，Waymo 并不是废物。很多特斯拉粉丝喜欢嘲讽 Waymo， 说停电就趴窝，技术落后，太依赖基础设施。但你要看清楚现实， Waymo 现在每周接单45万次，车队2500辆，覆盖5个城市，而且是完全无人运营。特斯拉呢，160辆车，2个城市还得坐着安全员，谁的商业化更成熟，一目了然。而且 Waymo 不是停滞不前，他们正在启动新一轮融资，估值冲1100亿美元。谷歌 CEO 皮查伊说 ，Waymo 最快2027年就能对母公司财务做出实质性贡献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开始赚钱了。更要命的是 ，Waymo 的安全记录比特斯拉好太多。虽然具体数据各方争议很大，但行业普遍认为，在相同里程数下 ，Waymo 的事故率更低。这对于获得监管批准至关重要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加州政府，摆在你面前2个选择，一个是已经安全运行超过2000万英里，事故率极低的 Waymo， 一个是刚开始测试还在路口误判过的特斯拉 FSD， 你会批准哪个大规模商业运营？风险四，监管是最大的拦路虎，这是最被低估的风险。很多人以为技术成熟了就能上路，大错特错。美国联邦层面根本没有统一的无人驾驶法规，全靠各州自己定。在加州，你得同时拿到2个许可。DMV 交管局的技术测试许可和 CPUC 公共事业委员会的商业运营许可，特斯拉到现在连商业运营许可都还没拿到。更麻烦的是，特斯拉要量产 Cybercab 这种没方向盘、没踏板的车，必须向联邦 NHTSA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豁免标准。这可不是走个流程那么简单，得证明你的车比有方向盘的车更安全。而 NHTSA 已经多次调查特斯拉 FSD 的安全问题了。还有更狠的，加州法官刚刚裁定特斯拉在 FSD 和 Autopilot 的宣传上存在虚假营销，加州政府威胁要禁售特斯拉车辆。虽然最后可能不会真禁，但这释放的信号很明确，
监管机构对马斯克的吹牛已经不耐烦了。在美国50个州，每个州都要单独申请、单独测试、单独拿牌照。马斯克自己都抱怨，在美国逐州执行程序非常痛苦，而且联邦法规规定，单个公司每年运营的自动驾驶车辆不得超过2500辆。你说要2026年底1万辆车，对不起，法律不允许。风险5，估值已经脱离地球引力。最后，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，特斯拉到底值不值这个价？市盈率330倍是什么概念？我给你对比一下，苹果30倍，微软35倍，英伟达50倍左右，亚马逊40倍。也就是说，市场给特斯拉的估值是假设它未来的盈利能力比苹果高10倍，可能吗？有分析师算过，按照现在的股价，市场预期特斯拉2030年要达到这些目标：Robotaxi 车队100万辆，年营收5000亿美元。FSD 付费率从12%提升到70%， Optimus 机器人年产100万台，每台卖2.5万美元。这几个目标，任何一个没实现，估值就崩了。而现在的进度呢？ FSD 付费率12%，5年要涨到70%。Robotaxi 车队160辆，5年要涨到100万辆，涨幅6000倍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更可怕的是，历史告诉我们，特斯拉每次股价创新高后都会有一波暴跌。2021年11月创了410美元的高点，3个月后跌到291美元，跌幅28%。1年后跌到207美元，腰斩。2022年1月高点后，1年跌了67%。现在490美元又是新高，历史会重演吗？第三部分，2026年的关键时间点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那普通投资者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给你梳理几个2026年的关键节点，到时候盯紧了。1月28日，特斯拉 Q4 财报，重点看全年交付量到底多少，利润率能不能守住10%。马斯克对2026年的具体承诺。2到3月，中国和欧洲 FSD 监管批准，如果拿不到牌照，意味着全球最大的2个市场还要等。4月 Cybercab 量产，这是2026年最重要的催化剂，如果如期量产，股价可能冲600，如果延期，可能跌回400。6月，摩根士丹利预测车队规模达到2500辆的节点，如果只有500辆，说明扩张远低于预期。12月底，算总账的时候，2026年全年到底在多少个城市运营，车队规模多少，有没有开始盈利？第四部分，我的个人观点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可能要问我，张老师，你到底看多还是看空？我的答案是，短期谨慎，长期看好，但仓位要控制。为什么短期谨慎？因为现在的股价已经包含了太多完美预期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暴跌。而且 Q1、Q2 是传统淡季，交付量可能继续下滑，到时候市场情绪会很脆弱。为什么长期看好？因为特斯拉确实在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。你想想看，如果 Robotaxi 真的成了，打车成本降到坐公交的水平，那整个人类的出行方式都会改变。郊区房子会更值钱，因为通勤不痛苦了。城市不需要那么多停车场了，土地能干更多事，老人和残疾人出行更方便了，这是万亿级别的市场。但关键是如果，所以我的建议是分批建仓，控制仓位在20%以内，设好止损线。如果你现在一股都没有，可以在400到450美元之间分批买入，如果跌破380美元加仓，如果涨到600美元以上，减仓一半，锁定利润。千万不要 ALLIN， 因为这是一场豪赌，不是稳健投资。还有一点，不要盯着短期波动，特斯拉这种股票一天涨跌10%都是正常的。你要相信长期逻辑，但也要做好可能又是马斯克在吹牛的心理准备。最后我想说，投资特斯拉投的不是现在，是未来。你买的不是一家卖电动车的公司，而是押注马斯克能不能在2026年兑现他的承诺，押注 Robotaxi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iPhone， 押注人类出行方式会不会被彻底改变。这个赌注可能让你在2028年回头看，拍着大腿说，哇，400多美元真是最好的买入机会，为什么当时我没多买点？也可能让你在2027年割肉离场，骂马斯克是骗子。但不管怎样，这场游戏已经开局了。2026年，我们一起见证特斯拉到底是涅槃重生，还是泡沫破裂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关注。我们下期见。